風起天高猿啸哀。什么？焚天之怒竟然被这悲秋之意给死死克制住了！喜欢玩火，我让你连灰都剩不下！无边落木萧萧下，无尽长江滚滚来！哦，老祖救我！好，打得漂亮！不愧是王家大少，那句虎威震山林简直绝了！无聊。小姐息怒，这青城毕竟是小地方，能入你眼的才俊自然不多。哼，若不是父亲非要搞什么比武招亲，本小姐才不屑坐在这里。一群连3品诗词都念不出的草包，也妄想娶我，做梦！哟，这不是李大善人吗？李大善人今年快30了吧？如今连一句诗都憋不出来，你可真是我青城最大的笑话。怎么，30岁的老光棍今天也跑来贪图城主千金的美色？你别血口喷人，我只是路过凑个热闹。路过？大人物在台下看多憋屈，兄弟送你上去看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还有哪位才君愿上台指教？若再无人挑戰，今日這比武招親的勝者便是王公子了。有挑戰者！一個毫無靈氣的凡人，居然敢上生死擂，活膩了吧？混賬東西！你區一介凡人，也配與本少爺同台？誤會，王少爺是誤會，我是被人推上來的，我這就下。上了這擂台，哪有直接下去的道理？承認刮骨破！真廢物！這廢物果然連半掌都接不住。把他拖下去。怎麼回事？我不是正在辦公室改院子嗎？怎麼跑這兒來了？居然還活着。行，命挺硬。本少爺今天心情好，就大發慈悲，再賞你半句戰詩，送你上路。狂風捲落葉，一刀兩斷絕。給我拼！死到臨頭，還有什麼意義啊？我讓你停，是因為實在聽不下去了。你管剛才那玩意兒叫詩？狂風捲落葉，俗不可言。這5個字裡毫無意境可言，全是大白話。你告訴我，狂風除了捲落葉還能捲什麼？捲你大爺嗎？你閉嘴！還有下半句，一刀兩斷絕。你當時在菜市場切豬肉嗎？對戰呢？押韻呢？修辭呢？就這種狗屁不通的順口溜，你也好意思念出來？我要罰你千刀萬剮，受死吧！既然你這麼喜歡詩詞，今天我就免費教教你，什麼才叫真正的詩詞。十步殺一人。這是什麼威壓？千里不留行。落。饶命啊，前輩！這是1品戰詩，或者是傳說中的絕唱。李凡是吧？算你運氣好。交出你手裡掌握的那句殘詩，本小姐可以給你一個逆天改命的機會。沒興趣，不買保險，不辦健身卡。你聽不懂人話嗎？本小姐是說，你可以做我的贅婿，能娶到本小姐，是你10輩子修來的福分。現在把你那句詩的完整秘籍交出來吧。這位大媽，你出門是把腦子落家了？你叫我什麼？叫你大媽都算尊老愛幼了。就你這副德行，長得再好看也就是個花瓶，還10輩子的福分。放肆！別給臉不要臉！來人，把他給我拿下！把那句詩給我搜出來！是誰惹雪兒妹妹生氣了？趙大哥，這賤民辱罵我！
妹妹別氣，交給我。小子，你很狂啊！一個30歲還沒開竅的廢物，靠着撿來的半具殘屍就敢在傾城撒野？好狗不擋道，讓開！我要回家睡覺了。找死！上，給我廢了他！是，少爺。鐵拳碎巨石，惡虎撲燎考。完了，阿大可是以力量著稱的童生，這兩具屍雖然粗糙，但加持的力量極其恐怖啊！這李墳雖然有絕唱在手，但他個凡人，連續施展精神力，肯定早就枯竭了。鐵拳碎巨石，惡虎撲羔羊，這都什麼牛鬼蛇神？大漠孤煙直，长河落日圆。記住了，這才叫邪景，這才叫氣勢。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，千古絕對，這是足以傳世的千古絕對啊！這等意境，老朽生平未見。廢物，都是廢物！李凡，你少在這裡裝神弄鬼！本少承認，你手裡的存貨不錯，但詩詞再好，你也不過是個沒有靈力支撐的凡人肉體。剛才那兩下，已經把你的精神力抽盡了吧？我看你現在連站着都費勁，被我說中了吧？今天本少就讓你見識一下，什麼叫真正的天才！雷霆萬鈞破蒼穹，狂風怒號捲蛟龍。給我死！結束了。雷霆萬鈞配狂風怒號，詞彙量匱乏就去多翻翻詞典，強行押韻最為致命。老師沒教過你，小孩子不要玩電嗎？九州生氣，勢風雷。我懂了，我終於懂了，你根本沒有修為，你只是掌握了幾具絕世戰詩，以你這凡人的肉身強行引動天地共鳴，現在已經被反噬的五臟俱裂了吧？原來如此，借來的力量終究不屬於自己，強行使用只會引火燒身。李凡，你已經是個廢人了！鋒刃、火球、冰錐，給我撒！你不是很能說嗎？不行，要是再引動一次天地異象，我這具身體肯定先解體了。既然言出法隨的本質是能量具現化，那我是不是可以改變能量的釋放方式？我把能量內斂，給自己上物理 buff。李凡受死！楚霸王，借你神力一用。力拔山兮气盖之，一身轉戰3000里。我什麼我？上課不專心，活該挨揍！一劍曾當百萬師。殺人太粗魯了，不符合平台，不符合文明社會的價值觀，廢你靈根，就當是沒收你的作案工具了，不用謝。李公子，請留步！雪兒願下嫁與公子，結為道侶。城主府的一切資源，公子皆可取用。不知公子……不是，大姐，我剛才說的話，你是用腳後跟聽的嗎？娶你，我怕折壽。李凡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。
我城主府底蘊深厚，我父親更是举人境的大儒，你就算實力古怪，難道還能對抗整個傾城？拿你爹壓我？是誰廢了我二靈根？帆布大路徑是趙無極。打了小的來老的，套路真沒錯意。小子，拿命來！大風起兮雲飛揚。堂堂趙家家主欺負一個沒有修為的年輕人，還要不要臉了？大儒之上，你是半聖。小子，你剛才那幾句詩有點意思。意境之高，老夫生平僅見。我看你骨骼清奇，雖無靈根，卻能引動天地共鳴，是個修師道的好苗子。老夫破個例，收你做關門弟子，保你在這師道大路橫着走。收我為徒？老夫知道你區區一個凡人，聽到半聖的名後，難免會心驚肉顫。放心，老夫不嫌棄你，只要你……等等，打住！既然是雙向選擇，那咱們就得走個面試流程。你想當我的老師，可以，我先考考你。你要考老夫？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真有意思！老夫縱橫天下幾十年，還第一次有人敢考我的詩詞底蘊。說吧，你想考什麼絕句？不考絕句，考基本功。聽好了，請背誦全文《滕王閣序》。滕？什麼閣？什麼序？這是何方大能留下的戰詩？老夫為何從未聽過？沒聽過？行，換一個，背一下《春江花月夜》，這個總該會吧？春江壓什麼堂？這都不會啊？那《將進酒》呢？《離騷》呢？赤壁賦你總能背出兩句吧？你說的這些，老夫聞所未聞。這世間哪有這些古怪的名字？一問三不知，九漏魚。就你這點可憐的文化底蘊，也敢大言不慚地收我為徒？老頭，不是我狂，就你腦子裡那點存鏈，還想教我？趕緊回去多翻翻字典吧。放肆！李凡，你敢對前輩如此無禮，簡直是找死！前輩息怒，這廢物就是個失心瘋，雪兒這就叫人將他拿下，任憑前輩處置。你閉嘴！大人說話，小丫頭插什麼嘴？你舉手了嗎？少子，你剛才說的那些，當真是存在的詩詞？廢話，要不然我現編啊。行了，咱們就別互相耽誤了，下課。站住！殺了我兒你還想走？昭兄，且慢。擂台比武，生死各安天命。既然天霸技不如人，此事就此作罷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放他走。滕王閣序，将进酒，妙啊！老夫倒要看看你腦子裡還裝了多少寶貝。裝逼一時爽，轉身火葬場啊！剛才趙無極要是真的拍下來，我連半句詩都念不出來了。必須得系統化的總結一下了。首先是這個世界的設定，這個世界的法則，認可詩詞的意境。詩詞就是代碼，天地靈氣就是服務器。問題在於，原主這具身體是個沒有權限的黑客，我強行輸入代碼。服務器雖然響應了，但我的硬件承受不住龐大的數據流反噬。在身體素質提升到一定境界之前，絕對不能再輕易使用將进酒、俠客行這種毀天滅地的法術，否則敵人沒死，我先自爆了。其次，戰鬥邏輯，既然外放法術容易傷己，那就改走物理流。利用垓下歌的力拔山兮气蓋世，
或者辛弃疾的金戈鐵馬，气吞萬里如虎，将靈氣內斂於體表，強化肌肉組織、骨骼密度和神經反射。別人修仙靠吐納，我修仙靠給自己貼標籤。結論2：戰術核心高防高密，近戰平 A， 輔助低耗藍的絕句作為控制和補刀。理論有了，接下來就是實踐。這裡可是玄幻世界，不會飛還修什麼仙？先是飞，扶摇而上9萬里。我操！大意了，这牛皮吹得太大了，这是要給我送出大氣層啊！得降落，趕緊換代碼。日照香龍生紫煙，不對，飛流直下3000尺，清風徐來，水波不下。活下來了，這就對了嘛！御劍乘風來，除魔天地間。爽，太爽了！接下來測破壞力，飛流直下3000尺，一世銀河落9天。这威力堪比戰術導彈啊！我操！有人在底下鬥法，這衝擊波少說也是舉人境了吧？輕功水上漂，凌波微步，燕子超水。呸！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？林清寒，別跑了！我南宮家出動數位長老才把你抓回來，你竟打傷我族老祖，強行逃回。南宮絕，你這畜生！我林家雖落魄，但我林清寒就算自報文心，也絕不讓你這種人渣碰我半根手指。自爆？你現在靈力枯竭，連自爆的資格都沒有。今晚就在這荒郊野嶺，生米就要煮成熟飯。我要讓你這個清高自傲的林家天驕，在我面前求饒。春風得意抱美人，紅羅帳暖玉生身。寬衣解帶翻紅浪，腳雛微微。這他媽什麼下三濫的淫詞豔曲，簡直侮辱了詩詞！停！放開那個女孩！你是什麼東西？快跑！他是南宮家少主，半步舉人，你一個凡人來湊什麼熱鬧？快走！跑！既然看到了本少的好事，今天誰也別想走。一個不知死活的凡人螻蟻，也敢管我南宮絕的閒事？我問你話呢？春風得意抱美人，紅羅帳暖玉生溫，這破詞兒誰教你的？你敢教訓我？本少這首《春宵吟》乃是南宮家花重金從一位風流才子那裡求來的雙修戰詩，這等意境，豈是你這種泥腿子能懂的？雙修戰詩，風流才子，完了，沒救了。平仄不調，風是平聲，得是入聲，這叫什麼？這叫傲句。讀起來像嘴裡含了塊熱豆腐，燙嘴。第二，意象低俗。好好的紅羅帳，非要配個玉生溫，用詞之油膩，簡直比地溝油還糊嗓子。你胡說八道什麼？我胡說？今天我就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真正的勇悟，什麼叫真正的意境。螻蟻，給我死！黑虎掏心碎筋肝，狂風落葉命歸天。小心！10年磨一劍。怎麼回事？我的靈力被切斷了。雙刃未曾試。不可能！這到底是什麼級別的事？這是
看好了，這才叫戰師。今日把弑君，誰有不平事？这手贾岛的剑客用来做单体斩杀刚刚好，耗蓝低，无后坐力，环保又卫生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李凡，一个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師。你傷得很重啊，靈根受損，紋心震盪，再不止血，你大概率要領盒飯了。多謝前輩救命之恩，清寒無以為報。哎，別碰瓷啊！最煩你們這種動不動就暈的了。算你運氣好，碰上我這個心軟的。輕功水上漂。唉，戰力、地圖、宗門，兩眼一抹黑啊！這大家族的天驕，做個新手指導 NPC 正合適。身上的劇痛竟然減輕了大半。醒了就把藥喝了。這是？別亂動，那是我順手拔靈草熬的藥，趕緊喝了，補血的。怕我下毒啊，大姐？我要是想害你，剛才在樹林裡就成冰棍了，何必等到現在？多謝前輩救命和賜藥之恩。停，別一口一個前輩。我叫李凡，今年不到30，可能還沒你大，叫我李老師就行。李老師？對，老師，現在該你交作業了。交作業？就是情報交換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作為報答，你得回答我幾個問題。李老師，請問，清寒必定知無不言。第一，給我普及一下這個世界的戰力等級，就是童生、秀才、舉人後面的那些天花板到底是什麼？世道大陸境界分為童生、秀才、舉人、進士、大儒、半聖、文聖。童生可引氣入體，秀才可靈氣外放凝聚法術，到了舉人境，便可溝通一方天地，借用天地大勢。大儒則能言出法隨，一言斷人生死。至於半聖，已經觸及法則邊緣，整個大陸明面上的半聖不超過一手之數，而文聖，那是傳說中的境界，已經數千年未曾出現過了。傳聞文聖一怒可伏屍100萬，一屍可造化萬物。大儒能言出法隨，那我今天殺那個王天驕的時候，好像也觸發了天地共鳴。難道我現在相當於大儒的攻擊力？攻擊力堪比半聖，但身板脆得像張紙，典型的玻璃大炮啊。第二個問題，既然修煉靠念詩，那詩詞是從哪裡來的？天地初開，大道顯化為無數原始詩簡散沒世間，後人通過參悟這些詩簡，或者觀摩天地異象，偶然能創出新的戰詩，但創作極難，一首一品戰詩往往需要大儒耗費畢生心血才能寫出，而傳世的絕唱更是可遇不可求，所以高級詩詞都被各大世家和聖賢書院壟斷，普通人根本接觸不到。創作極難，被世家壟斷。最後，第3個問題，你接下來打算去哪兒？青城已經裝不下你了，你需要去更高級的地方提升肉身，徹底解決你那開大招會炸館的致命弱點。
南宫爵死了，他們絕對會發瘋一樣找我。跟着我，你會有無盡的麻煩。麻煩？有麻煩好啊！老师，我平生最喜歡幹的事，就是专治各种不服。你带路。不管什么世家老祖，还是什么书院大儒，他們要是敢來講理，我就教他們做人；他們要是敢來動手，那我就教他們重新投胎。醒了，醒了就過來聽課。李老師，這是何物？上古靈力運行陣法嗎？陣法？膚淺。這叫文本結構與古典詩詞鑑賞，是我們接下來的生存與戰鬥指導方針。文本結構？我昨晚復盤了一下你們這個世界的修煉體系，你們所謂的言出法隨確實能調動天地靈氣，但你們的底層邏輯簡直粗糙的令人髮指。李老師的意思是，我們傳承了數萬年的師道走錯了？不是走錯了，是根本沒入門。你們把詩詞當成了寶庫密碼，只要字數湊夠了，詞槽堆得夠華麗，就能砸出法術。這簡直是對文學的褻瀆！這種言論，若是在書院，定是異端。那在李老師看來，真正的詩詞應該是何物？是世界，是情感，是歲月沉澱的意境。一首真正的好詩，要有起承轉合，要有詩眼，要有能讓天地萬物產生共鳴的情。沒有情，沒有魂的詞藻堆砌，就是一具空殼。比如那個南宮爵，滿嘴淫詞豔曲，毫無格局。他的詩就像是塑料做的假花，而我用的詩是扎根在歷史長河裡的參天大樹。我不需要比他靈力強，我只需要用意境去碾壓他。他的塑料假花瞬間就會灰飛煙滅。沒有靈根，不代表不能借用天地之力。只要掌握了文字真正的靈魂，我一樣能言出法隨。行了，理論課到此結束，我們要出發了。去哪兒？去最大的城市。我要去搞錢，順便找幾本基礎的功法，研究一下怎麼強化我這具凡人肉身。中州聖賢書院，那裡是天下學子的聖地，也是各方頂尖勢力交匯之處。只是此去中州路途遙遠，我們沒有通關文婆，也沒有盤纏。盤纏？你們這兒的硬通貨是什麼？靈石，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100下品換1中品。這種貨幣體系極其脆弱，靈石既然是消耗品，也是天然礦物，一旦某個大勢力發現超級礦脈，大量靈石湧入市場，必然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，物價飛漲，底層修士永遠被割韭菜。李老師，您怎麼知道？近5年來，南宮家和趙家聯手壟斷了青城周邊的靈礦，大肆開採，導致青城物價翻了10倍不止，普通散修連辟谷丹都買不起了。資本的痛病罷了，毫無新意。所以，在這個世界，真正的硬通貨絕對不是靈石，而是知識產權。知識產權？就是詩詞，一首沒人聽過的高階戰詩，賣給那些大世家，能換多少資源？把戰詩當商品賣，簡直離憂嘆道。但這語氣，竟聽着很合理。走吧，林同學，跟着老師，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清寒，你的未婚夫死了，南宮家會怎麼反應？南宮家睚眦必報，南宮覺得命牌一碎，家族定會立刻派高層追殺。而且，他們家族有一門極其詭異的追蹤秘術，名為尋系犬，哪怕隔着百里，也能聞到殘留的靈力波動。這麼說，
他们现在应该已經追上來了。李老師，你是說？不愧是能殺我南宮家少主的狂徒。南宮家三長老南宮烈，李老師小心，他是真正的舉人境中期，其實力比南宮絕強出10倍不止。舉人境，看來是個大怪。林清寒，你這賤婢，竟敢聯合外人謀害我南宮家少主！今日老夫定要重重懲罰於你，更要嚴懲這狂徒，以此告慰雪兒的在天之靈。唉，又是嚴懲，又是狂徒，你們這些反派的詞彙量是統一批發來的嗎？就不能換點有創意的死法？比如讓我死在知識的海洋裡？死到臨頭，還敢油嘴滑舌，給老夫死來！赤野焚天火蓮營，九幽電獄化灰燼。是3階極品火系戰士，快退！赤炎焚天配九幽煉獄，意象重複，用力過猛。這種沒有靈魂的詞彙空殼，只要用更悲涼的真實意境去碰撞，它自己就會崩潰。李老師，你在幹什麼？不急，清寒，看好了，今天老師教你應用第2課。文本解戒。區凡人也敢妄圖評價老夫，沒禮貌。風急天高猿嘯哀。凡師舉於王問如願，城門。什麼？焚天之怒竟然被這悲秋之意給死死克制住了！主青殺白，鳥發灰。不可能，這是什麼級別的事？僅僅只是一擊就被碾壓了。喜歡玩火，我讓你連灰都剩不下。無邊落木蕭蕭下，無盡長江滾滾來。哦，老祖救我！李老師，你沒事吧？沒事，情緒波動有點大，下次不能這麼玩了。這種千古悲歌太費神了，得趕緊去中州找點能強化肉身的基礎功法練練，不然真成玻璃大炮了。愣着幹什麼？去摸屍啊！摸屍？廢話，雖然人化成灰了，但儲物袋、靈石什麼的，總該有特殊材質留下來吧？我們去中州不要路費的嗎？李老師，找到了，這是南宮烈的儲物袋。怎麼打開？南宮烈已死，神識印記消散了，我來吧。煉體功法，這是南宮家外門弟子修煉的基礎斷體訣，引靈氣淬煉皮肉骨骼，雖然低級，但在市面上也值不少靈石。基礎的好，基礎的才好打地基。行了，資金和裝備都有了。走吧，林同學，下一站中州聖賢書院。這都寫的什麼狗屁不通的東西？李老師，可是這功法殘缺了。
不是殘缺，是作者的語文絕對沒及格。你看這句，太陰和陽明是經絡名詞吧？他用一個復歸，動線完全是斷的。這要是照着練，不走火入魔才怪。這本《列陽斷體》在南宮家也是外門弟弟爭破頭的基礎功法，幾百年來無數人都是這麼練的。怎麼到了李老師嘴裡，就成了語文不及格的殘菜品了？那李老師打算如何修煉？哼。不看他這些故弄玄虛的行功路線，拋開現象看本質，這本功法的核心邏輯就是用火屬性或陽剛的意境來刺激細胞，刺激血肉，達到強化皮膜骨骼的目的。正是如此，但您沒有靈根，如何引動天地間的陽焰之氣入體呢？很簡單，我自己造一個烈陽。日照香菱生紫烟。痛是真痛，但效果還行。李白的詩就是霸道，這下至少不用怕被小怪秒了。李老師的悟性，清寒生平未見。行了，別拍馬屁了。前面那是哪兒？天風城。過了天風城，就算真正踏入中州地界了。此城是中州南部的門戶，極為繁華，很多前往聖嚴書院求學的學子都會在此地歇腳交易。繁華好啊，繁華就意味着市場大。我們現在手裡有多少錢？南宮烈那裡搜刮來的，加上我之前剩下的一些，一共是480塊像下品靈石，12塊中品靈石。這點錢在天風城能買什麼？李老師，中州物價極高，天風城由於學子聚集，更是寸土寸金。一頓好點的靈膳，大約需要50塊下品靈石。若是想在城內客棧住一晚，最差的柴房也要2塊中品灵石。搶劫啊！按照這個購買力計算，青城周圍的靈礦濫採果然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，靈石的實際購買力被大幅度稀釋了。我們這點錢，在中州連半個月都活不下去。是啊，所以很多寒門學子在中州只能露宿街頭。那不行，我可是個要面子的人，怎麼能睡大街？走，進城。老師帶你去割中州的第一茬韭菜。好，钱少爺這句詩真是氣吞山河啊！那是自然，本少為了寫出這首《猛虎下山》，可是閉關了足足3天。吳掌櫃，你給估個價吧，這首詩夠不夠換一張聖賢書院的旁聽帖？猛虎下山一聲吼，嚇得百獸皆低頭，張開血盆大口咬，骨頭渣子都不留。妙，太妙了！錢少爺這首詩通俗易懂，殺氣騰騰，尤其這最後一句骨頭渣子都不留，將猛虎的凶殘刻畫得入木3分。憑個3品戰詩換帖沒問題。錢少爺威武，第一才子。誰？是誰在笑？你在笑本少爺？哪兒來的叫花子？文心阁也是你這種凡人能進來的地方？你幹什麼？別拿你的脏手碰钱少的墨宝！我笑，是因為我實在憋不住了。這就是你們天風城所謂的才子？這種3歲小孩的順口溜，簡直俗不可言。放肆！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！慢着！好，很好。本少爺長這麼大，還是第一次有人敢說我的詩是垃圾。你是個凡人，本少爺不欺負你。你既然把我的詩貶得一文不值，那你今天要是寫不出一首比我好的詩，我就把你舌頭拔下来，讓你這輩子都開不了口。這小子死定了！一個凡人懂什麼意境？想跟我鬥詩可以，但我贏了，
你付什麼代價？你想要什麼代價？本少爺最不缺的就是錢。好，我要你所有的錢和那張旁聽帖。好，本少答應你。你若輸了，留下舌頭，這小娘子也得歸我。吳掌櫃，準備筆墨。不用了，你的虎只是一只被關在籠子裡狂吠的野狗，毫無氣象。今天，在這肅殺的深秋，老師就教教你什麼叫真正的殺盡百花。待到秋來9月8，我花開後，百花殺，衝天香陣透長安，滿城盡帶黃金甲。絕唱，這是傳世的絕唱啊！老朽有生之年竟能聽到此等霸絕天下的帝王之事，死而無憾，死而無憾啊！錢少爺，承讓了。按照約定，你身上的錢，還有那張旁聽帖，歸我了。大人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。拿來吧你！哼，林同學，收账。这位大人，请留步。大人，您这首咏菊不知可否卖与我文心阁，价格隨便您開，只要您肯將這首詩的署名權。署名權，想都別想。聽好了，這首詩我不賣斷，但我可以開放授權使用。誰想在戰鬥中使用這首詩的意境，必須跟我簽訂契約，按次收費，每次使用繳納50塊中品靈石的版權費。如果有哪個世家想壟斷這首詩，可以拍賣，價高者得獨家再成權，每年還要給我分成。大人，您剛才說的獨家代理究竟是為何意？怎麼沒聽過知識付費啊？我問你，一首傳世絕唱，如果我直接賣給你，你能出多少錢？傾盡文心閣所有底蘊，外加天風城3條街的商鋪，大約10萬中品靈石。10萬？打發叫花子呢？這種絕唱，一旦我賣斷給你，你轉手就能把它當成你們文心閣的鎮閣之寶，世世代代傳下去。你們文心閣能靠這首詩招攬多少絕世天才，能換取多少政治資源？那是10萬靈石能衡量的嗎？所以，一次性買賣，那是傻子才幹的事兒。如今我將這首詠菊的意境拆分成100份獨家代理權，每人每年繳納500中品靈石，簽訂天地契約，可在戰鬥中借用此詩意境，但威力只有原版的1/10。威力1/10，那有什麼用？你懂個屁！這可是絕唱的1/10。剛才錢少爺那首破打油詩，在我的詩面前連個屁都不是。這1/10的意境，足夠你們這群半吊子在戰鬥中橫着走了。至於這獨家換禮權，起拍價5萬靈石，我出6萬。是天風城城主沈啸天！天哪，連城主大人都被驚動了。這位先生，鄙人沈嘯天，剛才的金菊意象，必中心服口服。這獨家代撫權我要了，6萬中品靈石現結。城主大人，凡事得講個先來後到啊！我文心閣出7萬。先生，10萬中品靈石買您一個獨家代理，外加城主府永遠的座上賓。成交。林同學，你合同？合同？怎麼你？拿支筆來，我說你寫。先生，10萬中品靈石全在裡面了。拿着，咱們的第1桶金有了。至於你，多謝你的門票，硬生生從密集的人群中我們這就發財了。1個時辰前，我們還在計算天風城的物價；1個時辰後，我們直接成了天風城的頂級富豪。這就滿足了。這火候過了，還一股子土腥味兒，就這也能賣50塊下品靈石。這可是摘星樓的招牌菜，普通學子攢3個月都吃不起一口。10萬中品靈石，看着多，但我現在是個凡人，要強化肉身，
需要購買的天才地寶絕對是個無底洞，這筆錢只能算啟動資金。清寒，你去城裡最大的藥鋪，給我買最好的脆骨草、龍血藤、万年冰髓，只要是对強化肉身和骨骼有用的，挑最貴的買。可您的肉身氣血雖然強悍，但骨骼尚未錘煉，若貿然使用猛藥，怕是會承受不住藥力爆體而亡。無妨，我自有分寸。来吧，看看修仙界的药域有多猛。我操！不行，要裂開了！給我鎮壓！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萬擊還漸進，人兒東西南北方。純粹的肉身力量就是爽。现在就算站着不動，讓那南宮截砍，估計都能把刀崩碎。可有推薦信？旁听帖，我当是哪家公子，原来是個走後門的。聽着，旁聽帖沒有資格走正門傳送陣，去那邊的偏門，然後去領一把掃帚，少在這裡礙眼。走偏門？怎麼你不服氣？我乃聖賢書院外院學長宋書，我剛才做了一首登高樓，意境已達3品。你一個凡人旁聽生，連給我研墨都不配。哦，登高樓，念來聽聽，讓我這個旁聽生見識見識。書院高樓100丈長，手可摘星放毫光。凡人莫要來攀附，只能低頭看我佛。如何？你一個凡人想幹什麼？這裡可是書院的場子。如何？100丈長配放毫光，手可摘星是李白的意境，被你偷來配上這等粗鄙之詞。而你管這叫登高？今天我就教教你，什麼才叫真正的登高絕頂。戴宗夫如何？齊魯青未了。造化鐘神秀，陰陽割昏曉。蕩胸生增雲，決眥入歸鳥。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。眾山小，眾山小。林同學，走着。聖賢書院，我特麼來了！站穩了，林同學，這可是個大問題。只知道死記硬背念詩，不注重鍛鍊怎麼行？明早6點，繞着操場，哦不，繞着書院跑10圈。你一點都不暈嗎？物理抗眩暈罷了，氣派是挺氣派的。但這個牌匾的字體結構不對啊，聖字重心偏左，書字筆畫又太浮誇，毫無收斂之氣，一看就是個喜歡好大喜功的草包寫的。噓，李老師慎言，那可是書院上一代老院長當代文聖留下的墨寶。文聖怎麼了？文聖寫錯字不讓說呀！大膽狂徒，竟敢侮辱老院長墨寶！我當是誰弄壞了天風城的傳送陣？原來是你啊，我的好表妹，林清寒。林軒，林同學，熟人啊。李老師，他是我大伯兒子林軒，
他為了拿到內院的推薦名額，勾結南宮家，在茶裡下藥，強行將我綁上了花轎。哦，家族宅鬥，出賣親戚換保送名額，好俗套的劇本啊！表妹，话別說的這麼難聽，家族生你養你，讓你嫁給南宮大少聯姻是你的福氣，可你呢？不僅逃婚，還害死了南宮爵。如今南宮家老祖震怒，已經對我林家下達了追殺令。你這個敗壞門風的賤人，簡直是我林家幾百年來最大的恥辱！原來她就是那個逃婚的林家妖女，嘿，真是斯文扫地，不知廉恥！林轩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们！還敢頂嘴！執法堂聽令，此女劣跡斑斑，侮辱書院在先，敗壞道德在後，立刻將她拿下，打碎紋心，交由南宮家發落。寒冬封百川，鐵鎖震逆塵。林同學，你太讓我失望了。李老師，我……別人罵你你就受着，還能企圖寫？他想用流言蜚語毀了你的心境，用道德綁架摧毀你的驕傲。可是，想毀我學生的名聲，想打碎他的紋心，你們也配！林清寒，給我抬頭看着，一字一句給我大聲地喊出來！千錘萬鑿出深山，烈火焚燒，若等闲，粉骨碎身，魂不怕！要留清白在人间。好一個要留清白在人間！是內院大長老陸長風，天哪，連他都來了！孩子，此等爭傲千古的絕唱，竟是出自你口！回大長老，此詩並非學生所作，這是我老師教我的。你老師沒有靈力，一個凡人。先生可是隱世高人，老朽願以副院長之位，請您傳道。副院長沒興趣。我說老頭，你們書院這安保工作做得不行啊，什麼阿貓阿狗都能當執法隊。還有，別一上來就想着挖牆腳，我的學生可不是你們這破書院能教得起的。走了，林同學。李先生，請留步。老陸啊，不是我不給你面子，剛才那幫小黑子圍攻我學生的時候，你們書院連個保安都沒出來。現在看我學生牛逼了，就跑出來拉攏。先生誤會，老朽剛才在閉關察覺到浩然正氣，才破關出的。林丫頭，你替老朽勸勸先生，書院藏書閣乃是重地，外人……大長老，我現在是李老師的學生，老師去哪兒，我就去哪兒。說得好，林同學，鑑於你剛才那首《石灰吟》朗讀的聲情並茂，意境飽滿，老師現在正式任命你為我的首席課代表。清寒領命，不知這具體有何職責？很簡單，第一，負責收學費和戰利品；第二，遇到那種廢話多不聽講的學生小拐，你負責清場，保護老師的嗓子，懂了嗎？清寒明白。看住！
藏書閣禁地，吴院长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凡人，哼！陆长老，您怎么把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和一个邻家叛逆带到这裡來了？這位先生他……老陸，退下。你們書院的人就是廢話多。林課代表，清場。是，老師。狂妄！區區一個剛突破的主人，也敢在我們兩位技師面前拔劍，今日就廢了你的文心！雙峰並峙壓滄海，天軍重擔鎮妖魔。是二品合擊，李丫頭扛不住的。那就用高潔刺破他。不要人誇好顏色，只留清氣滿乾坤。幹得不錯，清寒受教，多謝老師指點。越珍貴的東西放得越高，這是遊戲常識。鎮院絕唱，口氣不小。哼，先生小心，這是文勝當年留下的不動明王咒，會反彈以一切之中惑主，會瞬間砸疼修為。物理破陣。林課代表，拿筆來，要紅色的朱砂筆。天地有神禽，其名為大鵬。一飛衝雲霄，雙翅蓋天空。利爪撕蛟龍，啼鳴震九重。這他媽寫的是個什麼玩意兒？雙翅蓋天空，啼鳴震九重，這叫詩？這分明是小學生的看圖寫畫。形容大，就只會用蓋天空這種乾癟的詞，毫無想象力，毫無文學張力。放肆！何方狂徒，竟敢毀我書院傳承萬載的無上絕唱，找死！狗屁不通的垃圾，你也敢把它當成鎮院之寶？不僅誤人子弟，你簡直是在侮辱大鵬鳥！庶子狂妄！我這神禽賦乃是初代文聖觀摩上古神獸有感而發，意境宏大。你一個凡人懂什麼？我懂什麼？今天我就教教你，寫神禽要怎麼寫它的大，什麼才叫真正的千古奇文。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什麼？這等凶獸怎麼可能存在？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其翼若垂天之雲。這才是真正的神禽，這才是真正的文章。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先生大才，孔某心服口服。行了，別跪着了，念在你們認錯態度還算誠懇的份上，都起來吧。從今天開始，你們聖賢書院的教材，我重新編。